常言道，没知识也要有常识，没常识就要常看电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看电视没关系，看温拿说书就行了。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准时收看温拿说书，随时为您补充新的知识。大家好，我是温拿。我先声明一下，我是一个中年肥宅，会使用剪映这个软体内建的声音，就是用文字产生语音，是因为本人的声音不好听。我有些影片是用自己的声音，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频道的其他影片。不露脸是长太丑，怕影响观众的胃口，换声音也是为了让观众听得舒服，绝对不是盗用别人的影片，所有影片都是本人独立制作，不要因为声音不一样就说我是盗用别人影片。以后每一集的片头我都会加上这个声明，免得辛苦制作影片还被人污蔑是盗用别人的影片。这个系列是要介绍阴谋论有关的故事，第一集一分为三，上集是要介绍共济会、光明会、耶鲁骷髅会、圣殿骑士团，中集是要讲中共眼中邪恶的美帝、阴谋论版的列宁跟孙中山革命，还有国共内战。下集是要讲阴谋论版的228事件跟白色恐怖，这三集的前因后果是能串联在一起的故事，但由于篇幅过长，所以我分为三集。既然是讲阴谋论，很多是口耳相传或是非主流的网络资料，没有流通性的书面资料，我也不知道真假，历史工作者可以忽略我的故事内容，我只是个天桥底下说书的。不过历史跟媒体都是由有权力的人掌控，错误的资讯流通久了，大家就以为是真的，在某些时候野史或许比书面上的正史更贴近真实历史。有兴趣的请点上方连结去看我 NLP 系列的前2集就知道了。要洗脑别人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影片比较长，是希望把前因后果讲得清楚一点，实在无法再精简了，还请大家见谅。我们先从共济会开始讲起。$1上面共济会的秘密符号，相信这个应该大家都听到烂了，我就简单带过。钞票正面图案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头像，背面右侧是美国国徽，左侧有一个奇怪的图案，类似于金字塔的顶端有一只独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共济会符号独眼金字塔。上面一行拉丁文的意思是田有基业，下面一行拉丁文的意思是世界新秩序。共济会共有5个重要的标志，一是规矩图标，二是独眼神和金字塔，三是六芒星，又叫大卫星、犹太星，四是对称双柱，就是所罗门神殿石柱，五是棋盘格，共济会神殿地板，还有其他的秘密。我没有讲完，大家有兴趣再上网找答案，这不是我故事的主轴。共济会的历史已不可考，各个时期的共济会到底是一脉相承，还是后人借用共济会的符号跟规矩，重新成立新的社团，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比较可靠的起源，应该是从石匠间的秘密聚会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石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敲敲打打的工匠吗？一堆整天敲敲打打，满身汗臭味跟灰尘的工人，搞个集会还需要搞得这么神秘吗？会这么想的人，就是你们历史没有学好。没错，就是在说你，不要看旁边，就是你，罚你把我所有的影片都看10遍。在古代欧洲，所谓的国家都是由一个城市或多个城市所组成，电影里面大家都看过，石匠们负责建筑城市、宫殿、城堡的城墙等等，参与建设城市的石匠，他们掌握了城市或城堡的弱点，例如城市或城堡有没有秘密通道、秘密下水道，城墙哪边比较薄弱，有没有暗门等等的资讯，都掌握在参与建设的石匠手中。古代有不少石匠都是子承父业，国王或是贵族有需要就会找他们家族，再提供经费给他们来建设城市。小型的就是电影常看到的城堡，只有驻军人的军事要塞，大一点的会有百姓跟军人一起住，中间的内堡是驻城主。更大型的城市就是国王或贵族住的，外围有军人跟百姓，中间才是王宫，层层护卫中间的国王或贵族。我举一个古代的案例，成吉思汗西征时，当时花剌子模的第一大城兼9都玉龙节赤城，
可能也是当时丝路上的第一大城，拥有守军9万，跟号称100万的百姓。本来是皇太后跟国舅住在这边，由国舅担任城主。在苏丹过世后，太后跟国舅害怕逃跑，新苏丹扎兰丁进城，要带领部下结合城里的9万大军抵御蒙古大军。可惜守城的将军们不拥护新苏丹扎兰丁，因为太后不支持扎兰丁继承苏丹的位置，甚至要暗杀他。扎兰丁逃走后，就由城中百姓跟军人推选一个军官当指挥官，由百姓跟军队自己守城。一个失去统帅的大城市，只靠原本的9万驻军跟老百姓自发性的编队上城墙防守，加上高耸的城墙，一座孤城硬是抵挡住了成吉思汗大军7个月的进攻。这是蒙古西征史上最艰困的攻城战，天下无敌的成吉思汗可能做梦也没想到，原本负责防守的太后跟国舅逃跑，新苏丹被赶走的孤城，百姓自愿性的防守就能顶住他7个月的轮番猛攻。这也很合理，蒙古战马再厉害，就是不会爬墙，守城方在城墙上居高临下，等着进攻方来就行。蒙古军队的尸体多到来不及挖洞掩埋，只能把尸体堆在一起，用土掩埋。试想，如果当时有一个石匠告诉成吉思汗这座城市的弱点，或是秘密通道，偷偷放蒙古军进城打开城门，可能1天就被攻陷了。这就是古代石匠们的重要性，可以说石匠就是掌握城市安全的重要人物。如果城市或城堡的建筑蓝图被敌国拿到，或是石匠投靠敌国，基本上城市就沦陷了。所以古代的石匠，他们属于特殊的上流社会人士，国王跟贵族需要依靠他们，也需要防着他们。也有不少城市城堡建筑完成后，石匠就被秘密处决，用来防止建筑蓝图外流。像中国古代一堆皇帝，皇陵盖好后就会杀光参与建设的工匠，以免机关的蓝图外流，避免未来被盗墓。有人认为共济会起源于参加建造古巴比伦巴别塔的石匠工会，也有一说是最早起源于一批建造耶路撒冷的第一圣殿的石匠。这真的不可考了，历史上的共济会也无法证明是一脉相承，还是借用以前的共济会标志跟规矩另起炉灶，只能证明是古代的石匠工会。至于为何石匠工会要把入会仪式、会员联络方式等等搞得这么神秘，就是因为石匠是各国国王跟贵族都又爱又恨的人，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的石匠彼此交流，都是国王跟贵族不想看到的。可是石匠们本身也是需要互相交流，学习不同的技术，所以才把工会搞得这么神秘，免得被国王知道他们之间有在聚会。到了中世纪，比较早的记录是德国在西元1250年成立石匠总会，这也是最早使用圆规、举尺作为石匠工会标志的记录。到了15世纪末，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各地石匠工会的集会上，颁布了第一个石匠工会会徽。从此，科隆和斯特拉斯堡石匠总会分管南北德国各地会所，这是石匠手工业者的工会组织，与现代自由石匠美生会组织并不相同。共济会又称为美生会，是因为石匠的英文是 Mason， 音译过来就变美生。在这之后，欧洲各国也陆续成立属于自己的石匠工会，也就是各国的共济会或是美生会。为何共济会本来在古代只是石匠工会，不收外人，到后来喜欢拉拢贵族跟各界精英加入？正是因为石匠们本身就是随时会被砍头的人，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拉拢贵族各界精英还有富豪加入，大家都是工会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国王跟贵族能够掌控共济会，也就不会没事就想要砍他们的头，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还能委托会员帮忙处理。这个手段比现代的打不赢就加入高明多了，根本是政商界版本的狐假虎威。老虎也乐于当一群狐狸的老大哥，偶尔还能叫狐狸帮他处理不能曝光的事情。拿世界各国的体育协会来比喻，大家就懂了。体育协会一定会找官员跟企业家挂名干部，因为找官员挂名方便跟政府要经费，找企业家挂名方便跟企业募款，就是这个逻辑。这样讲比较容易理解。正因为工会搞得很神秘，又有很多精英在里面，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想要加入。
大家加入共济会的理由跟目的都不同，就好像现在很多业务员都会想要去学高尔夫球，借由打高尔夫球认识更多有钱人，建立更多的人脉，获得更多的资讯，就更有机会达成自己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概念，现代的共济会发展成全球性的大社团，或是全球性的大兄弟会，跟中世纪的共济会又有一点不一样，不再是 Mason， 而是 Freemasonry， 又称为自由美生。现代共济会正式出现的最早记载是在1717年，同时在英格兰忠于伦敦总会的分会已经与汉诺瓦王朝和辉格党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他们舍弃了17世纪中期因极力共和国激进的共和主义，转而支持一种受宪法严格约束的王权，也就是君主立宪制度。另外，美生会还致力于慈善事业。其实，英国国会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后，就成为了正式的君主立宪国家。很多的议员跟贵族也是共济会的成员。不过，英格兰的共济会于1753年分裂为两派：保守和倾向保皇的近代派，还有致力于推翻各国皇室的经典派。保皇党就是由贵族跟依附在贵族身边生活，原本在封建社会就享受到巨大特权的人，想要推翻各国皇室，到处支持革命，建立共和社会，建立社会新秩序的经典派，主要是商人跟犹太人，还有圣殿骑士团的后裔们。圣殿骑士团被消灭后，很多后裔靠着当年战争抢来的巨大财富当资本经商，也都成为商人。要知道，古代的封建社会讲求的是士农工商，只要多数的农民跟工人支持国王，国王就能继续当国王，商人只是他们眼中的提款机。每当国家需要战争或是重大建设救灾时，就会强制叫商人捐钱，再给个匾额之类的，好听一点是捐，事实就是你不捐钱就抄你家。你没听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吗？商人们累积巨大的财富，自然希望进入共和社会，免得巨大的财富被政府没收。犹太人就更惨了，没有土地的犹太人不能种田，只能在欧洲各国流浪做生意，还被欧洲各国人歧视。加上数百年的经商经验，已经有不少人是当时的富豪，自然更讨厌随时能抢走他们财富的国王跟贵族。圣殿骑士团当初因为树大招风被国家剿灭，痛恨贵族也很自然。成为商人后，就更想要推翻世界各国的皇权跟王权。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以后，13个联邦州的近代派和古典派也都纷纷独立于伦敦的总会，成立经典派，认为共和体制才是共济会的正统理念，而近代派的保皇思想属于是离经叛道的一端，双方长期对立。美国的开国元勋也多为这个派系，直到1813年，两派才宣告和解，重新成立了英格兰联合总会。正因为经典派支持的美国独立战争获得成功，原本很多欧洲经典派的商人纷纷移民美国投资，都在商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来才又继续出钱支持世界各国的革命。这就是为何喜欢阴谋论的人会说近代的革命总会看到共济会的影子，因为所有的革命家都会找他们募款。这些经典派的商人支持革命，当然也是希望革命成功后能进入到当地投资做生意，甚至允许他们从事特许行业，能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还能跟新成立的各国政府建立紧密的关系。一个社团里面，大家参加社团本来就各自有各自的目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只是这些富豪家族很多在近代都掌握了世界各国的媒体，一般人不知道内幕就说是阴谋论，加上加入共济会还要经过神秘的入会仪式，更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现在的自由美生会不限任何宗教信仰，只要信神都能加入，但用会员推荐制度，需要最少2个兄弟推荐。由于是兄弟会，大部分的分会都不收女性，但也有少数的分会开放女性加入，或是开放自由参加，但要经过审核。详细的入会仪式跟手势、阶级等等网络都有，就不再废话了。现代美生会已经发展成为600万会员的全球性社团，很多社会精英都想要参加，用来扩展政商界的人脉。再来讲到圣殿骑士团，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西方人特别讨厌13号星期五，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13号星期五的由来。没关系，今天一次讲清楚。在西元1098年时，十字军攻占圣地耶路撒冷，众多基督徒长途跋涉前来朝圣，但朝圣的路途却充满危险，他们经常在半路上遇到盗匪。到了1119年，两位当年参战的法国贵族雨果·德帕因和格弗雷德·圣欧莫提议成立一个修士会，以保卫朝圣者的安全。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二世也同意这个提议，并允许他们以圣殿山的阿克萨清真寺作为根据地。传说该寺建于昔日所罗门圣殿的废墟之上，修士会因此得名基督和所罗门圣殿的贫苦骑士团。骑士团刚成立时只有9名成员，依靠各界捐款维持骑士团的运作，后来获得了在基督教世界有力人士圣伯尔纳多的支持。到了1129年，主教会议在法国特鲁瓦举行，教宗正式承认他们的地位。到了1139年，当时的教宗伊诺增爵二世以教宗诏书授予他们特权地位。圣殿骑士团只对教宗负责，不受国王和地方主教指挥，而且具有免税特权，还能在骑士团的领地收取11税。骑士团因此快速发展，成为教宗底下的主要军事力量，成员最多时超过2万名，也是当时保卫圣地跟耶路撒冷王国的主力部队。从1129年十字军围攻大马士革到1291年阿卡伦县，圣殿骑士团几乎参加了所有保卫圣地的战斗。最辉煌的一战就是1177年11月25日的蒙吉萨战役。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当时年仅16岁，率领80名圣殿骑士、375名骑兵和几千步兵，大胆攻击阿拉伯萨拉丁的3万人军队。结果萨拉丁最精锐的马穆留克禁卫军几乎被全歼，共伤亡2万余人。萨拉丁带着10分之一不到的残余部队逃回埃及，但10年之后，1187年的哈丁战役，圣殿骑士团被萨拉丁大军围困，大部分成员非死即伤。最后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圣殿骑士团退出，最后退到塞浦路斯。这次的战役让圣殿骑士团元气大伤，剩余兵力远不如以往。到了第3次十字军东征时，圣殿骑士团已经不再是基督世界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了，但过去有近70年的时间，圣殿骑士团都是保卫圣地重要的军事力量之一。从1129年教宗承认圣殿骑士团开始，获得了大量的领土，不用缴税还能收税，又在欧洲各地募款，还有组织朝圣团，就类似现在旅行社的耶路撒冷朝圣团。但这在当年这是他们的专属事业，再加上骑士团名下有很多的城堡跟领地，能在各地成立银行跟商店，再串联所有基督世界各城市的各地分支，把骑士团旗下的事业发展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跨国银行机构、跨国贸易机构、跨国连锁商店、跨国旅行社，还有跨国保全公司，因此累积了大量的财富。1291年，十字军于黎凡特地区最后的领土阿卡城遭马穆留克铁骑攻陷，耶路撒冷王国正式宣告灭亡。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撤退到塞浦路斯，再返回法国。本来法国国王就是以精明能干著称的美男子法王腓力四世，就欠了圣殿骑士团很多钱还不出来，加上法国主教也非常的嫉妒圣殿骑士团，所以法国国王编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来消灭圣殿骑士团。1307年10月13日星期五，全法国的圣殿骑士团成员几乎都被逮捕，并被限制使用任何名下财产，以防止财产被移转出国。当然，这是法国国王精心策划的结果，这当中包含了大团长雅克·德·莫莱，很多干部不是被刑求致死，就是被处以火刑。教宗克莱孟五世当时在圣殿骑士审判中，他曾多次要求将审判权交给教会，但并未得到腓力四世同意。到了1312年，法王腓力四世提出要求，要克莱孟五世宣布解散圣殿骑士团。至此，圣殿骑士团正式灭亡。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骑士团改组成2个新的骑士团，西班牙蒙特萨骑士团和葡萄牙基督骑士团。1314年，
莫莱在上火刑架之前，诅咒法王腓力四世和教宗克莱孟五世，说他们会在1年内面临永恒的审判。后来诅咒灵验了，克莱孟五世1个月后病死，而腓力四世则在半年后打猎时突然中风过世。这也是西方人讨厌13号星期五的由来。一直到2001年，一位意大利女学者在梵蒂冈找到秘密资料，其浓羊皮纸，内容有写到，圣殿骑士团其实是被裁定可能被德位置异端，而且克莱孟五世早在1308年就赦免了德莫莱的罪行，还包括其他所有被审判的领袖。但德莫莱没有机会见到这份赦免的公文，因为国王腓力四世坚持要处死圣殿骑士团的所有干部，这样欠圣殿骑士团的借款才能一笔勾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剩余的骑士团成员隐姓埋名，改头换面，改变身份，带着剩余的财产分散在欧洲各地经商、务农等等。真实的人员编制已不可考。不过喜欢阴谋论的人认为这些人的后代一直有在秘密聚会，也成为了共济会中反封建经典派的主要派系之一。但我想更多的原因还是为了自身跟旗下企业的利益，才会支持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毕竟谁会为了几百年前的陈年往事报仇？而且他们的祖先就是因为法国国王杀了圣殿骑士团的所有干部，才有机会把骑士团的财富占为己有，让后代子孙能够靠这笔财富成为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富豪世家。他们最应该感谢的人，恰好就是当年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再来介绍光明会。光明会卡牌应该就非常多人都听说过了。1995年问世的光明卡牌，后来准确地预测了这20多年许多轰动国际的大事。喜欢玄学跟科幻的人认为这个卡牌是由未来人或是有预知能力的人所设计的卡牌，所以他们能知道会发生哪些事情。喜欢阴谋论的人则是认为这个卡牌其实就是光明会的任务卡，通知会员要完成哪些目标，用来建立社会新秩序。这边我只分享几个网络上找到的资料，毕竟这一集不是在讲光明会卡牌。最有名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 Terrorist Nuke 和 Pentagon 上的图案，竟然跟2001年911事件所发生时的真实照片相似度达 99%。 卡牌映射双子塔被袭击，大厦的中间部分被炸开了，而五角大楼亦跟现实一样，只有中间部分有浓烟及火灾，大楼的周边没有被波及。而袭击双子塔的卡牌也充满阴谋论，至今仍然有不少人相信袭击是由核武所造成，因为该卡牌有写上 Nuke 的字眼，就是核武的英文。当然还有很多，温娜在这边就不剧透了，还是有很多观众没有看过光明会卡牌，讲完就不好玩了，这个留给大家上网找资料。光明会这3个字在拉丁文中就是受过特别启示的人，所以人类历史上不是只有一个组织使用过光明会这个名称。在1776年5月1日，由巴伐利亚的哲学家和法律学教授亚当·魏斯豪普特创建了一个名为完全可能性主义者之会，同年又改名为巴伐利亚光明会，也就是现代光明会的起源。当初创立的宗旨就是为了反对天主教会的统治和专制政治，并推崇自由、平等和民主。在光明会的组织架构中，有一个称为家的单位，家的成员称为兄弟或姐妹，每个家都有一个领袖，被称为宣布者，整个组织的最高领袖被称为大崇拜者。光明会并没有性别的限制，例如在阴谋论爱好者眼中，光明会现在的教母是美国知名艺人马丹娜。看起来光明会非常注重两性平权，所以想要搞女权运动的人不要再搞什么女权运动了，加入光明会就对了。传说中现在的拜登总统、美联储的主席、CIA 局长、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还有美国的石油商、军火商、51区的负责人、美国主要电视台的老板，都是光明会的成员。搞不好你们还能到51区搭乘小灰人跟蜥蜴人的飞碟来场太空之旅，真的有机会，要记得把我也带上，因为我也想要来场星际之旅。到了1780年，德国贵族阿道夫·科尼格加入光明会，他同时也是共济会的成员。他推荐光明会的干部们
加入共济会，又在共济会拉拢精英阶层加入光明会。后来德国共济会的高层就变成同时是两个组织的干部，所以喜欢阴谋论的人也会说光明会就是共济会的精英干部。这样讲也没错，光明会的干部们觉得共济会这样神秘的入会仪式跟联络手势等实在是太酷了，于是也模仿共济会的模式进行组织改组，核心领导机构称作阿瑞斯圣山，由怀斯豪普特和科尼格等社团领袖组成。后来越来越多的共济会精英会员开始加入光明兄弟会，包括很多贵族，如黑森亲王、普鲁士将军菲迪南、萨克森魏玛伯爵卡尔奥古斯特等。科尼格认为光明会的壮大是他的功劳，但他没有办法成为光明会的领导人之一，就开始抱怨，并威胁将光明会的秘密宣扬出去。此事加重了魏斯豪普特的忧虑，因为像魏玛伯爵和歌德的加入似乎有探查的目的。当时光明兄弟会的成员总共有2000人左右，其中33%是共济会员，主要分在巴伐利亚和图林根的魏玛等地。会员里面有贵族、手工业者和商人，其中75%是政府官员，达到巴伐利亚政府官员总数的10%，这与社团消灭集权政府的渗透计划有关。到了1784年，光明会在魏玛召开会议，决定组建新的阿瑞斯圣山，并将科尼格驱逐出会。但在同一年，光明兄弟会面临更大的危机，在7月22日，巴伐利亚颁布社团禁令，禁止一切秘密社团。到了1785年3月2日，又颁了新的法令，指明光明兄弟会和共济会有叛国和异教罪行，另行禁止。会员中的斯戴尔贝格伯爵就因此被吊销贵族头衔。到了1787年8月16日，又颁发更为严厉的法令，任何加入共济会和光明会的人都将被处死刑。这个命令一下，光明会直接从台面上消失，怀斯豪普特则逃到图林根州躲藏起来。这个禁令也在德国引起恐慌，人们开始对秘密社团非常敏感，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各地政府风声鹤唳，因为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幕后主使者就是光明会。别忘了，光明会最早创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天主教跟教宗，所以罗马教廷在1817年跟普鲁士政府，还有1821年跟巴伐利亚签订协定，共同镇压光明会。从此，光明会也成为欧洲秘密社团中最著名的阴谋论代表之一，毕竟教廷都公开宣不了，甚至还说光明会是信仰撒旦的邪恶组织。至于共济会跟光明会的关系，从有限的资料中可以得知，共济会跟光明会是两个独立运作的团体，用台湾现有的组织来比喻就很容易理解了。共济会就像是慈济功德会这种宗教跟公益团体，但不限制你信什么神。光明会更像是国民党这种政党。今天当国民党的某些党员，他们在加入慈济后，拉拢慈济中的精英阶层，特别是有钱的富商加入国民党，或是明星等公众人物，能提升国民党的地位，还能获得庞大的政治现金。两个组织就类似这样的关系。至于到底有哪些政治事件跟光明会有关系，因为这一集的主轴不是这些，而且我在 Word 上打脚本，看到左下方的字已经超过8400字了，我怕影片太长观众会疯掉。老高还可以靠老婆的颜值留住观众，老高本人也算是帅大叔，我没有颜值可以露脸，也没有正妹可以搭档，就留到下一集讲，这样故事也会比较完整跟串联。还请大家耐心等待，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新影片的通知哦。再来讲到耶鲁大学的骷髅会，也是一个非常神秘、跟阴谋论有关的社团。骷髅会于1832年由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拉塞尔创立。他出生在美国一个富裕的家庭，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到德国游学1年。在德国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知道德国有秘密社团存在，应该是光明会或共济会其中之一。他觉得用这种模式搞一个社团实在是太酷了。回到美国后，就仿照这个模式，找耶鲁的学弟们成立一个兄弟会。当时刚好耶鲁大学的学生
非常热衷于成立学生秘密社团，学校也允许学生成立社团，骷髅会就这样成立了。由于创办人是富二代，骷髅会把参加的门槛设定为学校里面最精英的学生，有可能是政商界的公子哥，有可能是校内最有天分、表现最好的学生。拉塞尔选定用一个骷髅和2根交叉的骨头作为骷髅会的标志，并用322作为协会的标志，其中32代表的是协会成立的年份1832年，后一个2则表示该会是德国一个组织的第2个分支机构。另外322也可代表公元前322年，据说是希腊神话中掌管口才的优罗加女神升天的年份，所以骷髅会也崇拜希腊女神优罗加，并在某些场合中自称优罗加俱乐部。骷髅会刚成立时没有固定的场所，每一会集会1到2次，集会房间外面会挂上骷髅会的标志。1856年，一名骷髅会成员丹尼尔·科伊特吉尔曼以骷髅会创办人之名成立拉塞尔信基金会，负责掌管骷髅会的财政。在当年，该基金会购置了一栋房产，从此成为今后骷髅会的固定聚会地点，被称作墓地。丹尼尔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首任校长。后来又有一名会员捐赠了位于纽约州北部圣罗伦斯河一座面积约40英亩的小岛鹿岛，作为会员休闲度假的地点。该岛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曾经是骷髅会成员们经常光顾的休闲胜地，可惜岛上的设施由于缺乏必要的维护，目前大多已经荒废，到该岛上度假的人员也明显减少。不过每年新入会的会员总还是会被带到岛上感受一下气氛，光是听到会员捐房子还有捐度假岛屿，就知道会员的实力非常惊人了。在骷髅会的100多年历史中，它始终是耶鲁大学众多学生社团中最受欢迎的社团，每年所吸纳的15名会员也被认为是耶鲁大学最优秀的学生。骷髅会员是终身制，每年只会有15名在校生，其他是毕业校友，一般都是由在校的15名会员在毕业前会寻找校内最精英的学生，询问他们有没有意愿加入，他们毕业后就有选定的15人入会，某些家族的人则是一入学就是储备会员。由于骷髅会神秘与精英主义的特性，许多人相信骷髅会有着特殊甚至是不可告人的罪恶使命，认为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由该会策划的，像是原子弹的研制、时代与新闻周刊2大左右国际舆论的美国媒体的成立、朱罗湾事件、甘乃迪遇刺案、水门事件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等等。因为这些事件的参与者都有骷髅会的会员在里面，骷髅会的会员则是否认。他们每年15位的在校会员，一般每周聚会1次，主要目的是增进会员之间的感情与思想沟通。每周都会有一个主题，然后每人发表大约半个小时的个人见解，彼此交流意见。每次都有一个人负责记录下每个人的发言大纲，这些记录都会被妥善地保存在墓地中。一些早期的会议记录已经被公开，被存放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由于骷髅会每一年的15名新会员都是耶鲁大学的精英，加上历届毕业校友也都是精英或是政商家族的人，导致骷髅会在美国的政治、商业、学术界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光是网络上找到的骷髅会公开会员就够显赫了，包含了3位总统、摩根史丹利创办人、时代杂志创办人、情报局的高层、洛克菲勒家族、布希家族，还有铁路大王等都是骷髅会的成员。也难怪喜欢阴谋论的人会把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都会认为是骷髅会在背后策划，因为里面的成员有太多是美国的顶尖精英，但骷髅会的成员又有很多同时参加共济会跟光明会，还有参加其他社团，反正每个人加入社团的动机跟目的都不同，这也没什么好意外的。这一集就到这边，先介绍完这4个组织，才能把故事往下带。这一集先到这边，脚本写到这边差不多1万个字，剪接成影片应该是40分钟。能看到这边的观众真的辛苦了。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